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3月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00.52，收盘价是202.6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4.52，最低价是在198.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8224.31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上行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短期多头趋势。那么这个短期多头趋势，我们指的是自2024年2月5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3月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后的横盘中。当日的这根 K 线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并且呢，这根当日的 K 线没有新高的出现，也没有新低的出现，所以这是典型的休息的 K 线。那么日后呢，股价将会继续选择突破。那我们会看到连续3个交易日出现变盘或者休息的K 线呢，我们在之前的视讯当中提到过。那上方呢是突破的目标是206，下方要跌破的目标是198，也就是连续出现休息 K 线之后日后股价向上我们要关注206，向下要关注198，也就是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突破这2个位置呢，那么股价将会开启一波新的走势，否则呢，我们认为股价依然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或者这个横盘区域可能会扩大到20日均线值到上方的206，20日均线值在3月4日我们测算是在194附近，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在205或者在208，当然这都是带有条件的。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01。实际在3月1日收盘价是在202.64，出现了横盘向上。那这个实际的收盘价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下的收盘价点位有差别，并且方向也不同。但是呢当日这根 K 线的走势和我们预测的这个横盘向下的走势呢，则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最高在204附近，最低依然是在198上方。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日后股价要选择突破，对。那么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对于3月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06，站上它将会继续头高，继续目前的短期多头趋势，然后再向上我们认为这个短期多头趋势的目标一定是265。那么当然
中间是有压力位的，所以我们说，站上206之后，第二个目标是218，第三个目标依然是241，这两个位置呢都是压力位，那么真正的目标是265。其中我们要再来回顾一下，我们要关注，如果股价站上218之后啊，我们认为在到达241之前，这条下行趋势线依然是股价上行的一个强压力，因为之前我们会看到股价是数次触碰到这个1号趋势线，1号趋势线啊是特斯拉历史股价最高和接下来的两个低点建立的最后一条趋势线。对，那之前我们会看到在2023年曾经是有4次到达这个位置而出现了折返向下，所以我们说股价这一波多头啊，如果能够继续，那么在到达，也就是说，如果依据这样的一个规律去看的话，站上218之后，这条趋势线将是强压力。强压力不是不能突破，而是重要的标志。那如果股价能够日后站上这个位置呢，那么这条趋势线很有可能会成为支撑。那么股价站上它一定会就是目标一定是在要去到300关口的。对，我们说的是目标是300关口。对，好，或者我们说只有突破这条趋势线啊，股价才有测试300关口的可能。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不是空头，对，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呢，依然是189不变，跌破这个位置就是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那这个位置被跌破，继续向下就是182，跌破182。那么将会确认这个空头趋势，那么股价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175，175日后如果被跌破呢，那么将会继续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所以下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189、182和175。那么在到达189之前，20日均线值在194，是在3月4日的时候，还有上方的198，这两个位置啊都是强支撑。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啊。我们再补充，那我们再给出盘中的关注的位置，在3月4日盘中，我们依然关注198，也就是数字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啊，是出现了一个突破，这个突破我们指的是出现了新高，较之前的交易日。那出现新高之后，股价被压回啊，我们会看到一直是在这个区域横盘。所以说，那最低呢，我们会看到一直是没有连续3个交易日 K 线没有新低出现，也就是较2月27日这根 K 线198来说，对。那么在3月4日盘中，我们依然关注198，也就是股价如果一直在198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或者至少还会在这个地方进行横盘。如果在盘中股价是在198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它很有可能在3月4日会测试20日均线值，对，会回踩20日均线值。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的分析。我们再来看周 K 线图，因为3月4日是新的一个交易周的开始。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周生成的这根 K 线。那这个 K 线是含有上影线的中绿 K 线。那位置呢，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出在在反弹之后，然后出现了一个回档。那在这个地方啊，
出现的这根中绿 K 线收盘价是站上前一周 K 线的最高，但是呢，这个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前高，然后我们会看到成交量增，那5均值的这个均线呢是出现了转折向上，我们也会看到KD 值的快线是上穿了慢线，那么这些指标价涨量增，收盘站上前高，包括 KD 值，那这些指标都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上行。那继续上行的标志我们说只要股价能够在5均值的上方运行，那么股价会继续反弹。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上方是有压力的，从这根 K 线我们可以看出还有一个短的上影线，说明是在这个地方上方200关口附近还是有压力的。对，好，那么基于这个单一 K 线而说我们说股价将会在新的一个交易周应该会是继续上行。好，那当然我们说如果从技术上来说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 202.64， 我们指的是周 K 线图，那在这个地方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在技术上，那进场抢反弹呢，就是说5%建仓，然后呢守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守192。对，当然我们在这里只是介绍一下技术上的操作规律，这并不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的解读，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那之前我们在前一期，也就是在上周对周 K 线图进行解说的时候，我们预测股价在本周会收到210上方，如果出现回档呢，会收在186，给的观察线是189，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当周一直是在189上方运行。因此呢，它出现了一个收高，但是没有到达我们预测的这个位置。对，这是我们对于之前的回顾。那到了一个新的交易周上方的目标不变，我们依然会设在211这个位置。然后呢，下方同样我们依然保留186。如果出现回档，我们还认为它会收在这个位置，因为下方我们定在186的理由，之前一直是定在这个位置连续2个交易周。那我们的理由就是这个250均值我们认为是能够支撑住股价的，对，它是个强支撑，对。那如果说股价跌破了这个位置怎么办呢？那我们认为一旦股价跌破这个位置，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回档，所以250均值我们认为是强支撑，所以我们说新的一个交易周股价如果出现回档，收盘价最低应该是在186附近。好，这是上方是211。好，那么我们要给出周中的关注的位置。前一次对周 K 线图说明我们给的是189。那么在新的一个交易周，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置是在206，我们要关注这根 K 线的最高，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106？也就是在新的一个交易周，如果股价能够在突破206，在206的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到达211的，就是说股价会继续向上反弹。但是如果在周中股价是在206下方运行，而不能突破，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甚至是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对，所以周中呢，
我们还是关注206，也就是不超过它，那么股价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回档的。好，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说。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35%的多头仓位，最后一次加仓是在2月26号的收盘价是10%加仓，那这个仓位的成本价是在197，获利呢，我们说只要股价高于197都是可以获利出场的。这个我们获利的点位我们不会给出，对，但是我们要给止损位或者停损的位置。那目前股价盈利并不多，我们一直给的是止损的位置，是守189，在下方这个位置。那在3月1日，当然股价是并没有到达这个位置，这个收盘价在这个位置。我们如果这个仓位没有获利出场，继续持有，那在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因为虽然出现了价涨，但是出现了量缩或者一个小的量平，那在这个位置呢，是很容易会出现横盘或者是回档的。所以在技术上，虽然这个价格收盘价依然在5日均线之上方，但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加仓的。对，好，那对于这个仓位，那到了3月4日，我们给的止损位，我们依然守189，对，或者我们之前也说了，守20日均线之，或者守194，这个根据个人的这个风险的承受程度呢，可以定这个止损位。好，然后我们还跟踪了一个仓位，就是说在2月15日5%进场抢反弹，在2月26日收盘价是10%加仓，这15%的仓位呢，成本价是在199附近。那这个仓位我们一直给的守的止损位就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192。对，当然之前也给过守189，然后呢，对于这个仓位呢，也可以我们说守20日均线之，也就是194附近。对，好，那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一定是继续守206。守上方这个缺口，他们的目标就是20日均线之194和189。好，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206，依然是它。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218，第三个压力位是241。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201到202附近。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198到199，包括前低198。第三个支撑是194，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第四个支撑是189，第五个支撑是18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3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依然是股价会继续向上反弹，或者说是继续我们说上涨。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2，最高上方会到达208，然后收盘会收在205附近。我们还要给一个点位，就是如果股价最高能够到达210，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08附近。
那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或者说是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04，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98，然后收盘会收在199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3月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